知道吗？你把那个给它放。那有的同学说，老师，这种温度传，就那个，对。所以这个呢，什么呢？这个是温度传感器，这两个是温度传感器，你们从外观就能看出来。那还有一种呢，有人说老师，我还有一种我不认识，对不对？有人说还有一种，注意看着，那这种排线的温度怎么看呢？在这儿，这种排线这种温度，大家注意看着，注意看着，你像这种线的话，它是什么呢？比较细的一个铜线，比较细的啊，比较细的一个线，它是实际上是一根线，但是它分了两根线，两根线相当于是一根线，能明白吗？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两根线了，它实际上是一根线，听到没有？有没有听到？它实际上是一根线啊，同学们，所以说这块是一根线，这块是一根线，这是采样线，这是采样线，这个采样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先讲温度。这看到没？这种就长成温度，这种就是温度啊，这种就是温度。你看两根线的，在这个传感器上面有两根线，那能听懂不？这个是两根，这个是不是？这个看似是两根线，它实际上是一条电路，能理解吗？只是防止另外一根线斷了，明白了嗎？它实際上是幹嘛呢？在一個點上面焊的，在一個點上面焊的，它實際上相當於是一條線，明白了沒有？現在這個也是一條線，是不是？所以說溫度傳感器它有兩根線，一根線，兩根線。採樣線的話，它是一根線，這個相當於一根線，知道嗎？白色是什麼東西？白色的，哪裡有個白色的？啊，白色這個是採樣線，這個先不管。溫度在像這種電池包，溫度怎麼找呢？是這種，也是一樣的，你就記住，去看它兩根線，聽到沒有？去看它兩根線。那在測這個線的時候呢，我給大家講一個細節啊。之前有個學員呢，也是一樣的，他說老師，我學過溫度傳感器，我給他裝上去之後呢，他報了好幾個溫度傳感器。但有的師傅呢，他測溫度傳感器，他怎麼測呢？他是這樣測的，是吧？他這樣測溫度傳感器組織，你們說對不對？你說對不對？對也，咱們測一下，好不好？說他測溫度傳感器，他是這樣測的，是不？他是這樣測的，沒有組織，對不對？看一下是不是組織太大了？這個沒有。沒有接觸到8.7歐姆，8.7千歐姆。注意看着啊，它這根線太細了，不要這樣去測。這樣去測的話，我告訴你，你後期修這種車的話，讓你後悔都來不及。聽到不？不要這樣去測。怎麼去測呢？從哪兒去測？焊下來，放屁，焊下來。誰說焊下來的？誰說焊下來的？怎麼還能焊下來呢？你焊下來多費事。記住了，它這塊你看到沒有？它把這個線不是焊到這兒了嗎？你要在這兒去量，同學們要在這兒去量，明白了沒有？這樣的話，你這樣去量的話，容易把這個線太細了，你稍微量一下，稍微用點勁兒，它有可能就斷了，明白了沒有？而且如果你這個焊點是虛接的，你是不是你量這兒你也量不到這個焊點在這個板子上面虛接了？我直接量板子上面就可以了。這樣的話。既量了溫度，也量了虛接的點。我講能聽明白嗎？能聽明白嗎？不要在這兒量，有的師傅在這兒量，手一用勁兒，就你那個手，天天擰那個螺絲那個手，把握不出勁兒，這個線就斷了。所以一定要記住，看從這兒測，從這兒測啊。溫度排線的話，一般從這兒測，要麼從這兒測的話，咱們剛才測了多少歐能呢？多少歐姆呢？8.7千歐姆，對不對？8.65，對不對？8.65的話，你覺得另外一個溫度傳感器是多少呢？那另外一個溫度傳感器呢？咱們看一下啊，另外一個溫度傳感器也是8.6千歐姆，是不是沒毛病？如果說一個是8.6，一個是什麼呢？3千歐姆，一個是10幾千歐姆，這個溫度傳感器是不是壞了？是不是這個溫度傳感器是不是壞了？哎，更換它，毛病就解決掉了嘛。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组织是不是整包温度组织是不是基本上差不多一致？我问大家是还不是？咱们现在再去量一个，好吧？啊，问一下，是还不是？怎么转换？怎么转换？咱们抽查一个，你们说开哪一个？咱们随便打开一个，量一下温度传感器，知道吗？随便打开一个，咱们量一下温度传感器。这个也是一样的啊。随便打開一個，你們覺得咱們剛才量這個模組溫度傳感器是多少？組織是多少？電阻是多少？電阻是8.6千歐姆，對不對？咱們再量一下這個，這個是不是也是8.6？是不是整包的溫度組織基本一致？所以你不要問老師，老師溫度傳感器組織正常是多少？你要是再問這句話，就等於今天晚上你沒學懂。因為你想一下，每一款電池包它設置的溫度傳感器組織有可能都不同，或者你這個車有可能在北方，因為它溫度高低會影響它的組織的。你讓我給你說一個具體的溫度組織多少？我給你說一個最標準的，無論是特斯拉、小鵬、蔚來，你就記住一個方法，叫整包溫度要一致，採用對比法。是不是？如果說你東北那邊零下10度，你要修這個電池包，那你想一下，它的溫度組織是不是都在這個溫度情況下，我們的組織也是一樣的？能理解嗎？也就是說，舉個例子吧，我現在當地環境溫度是40度的時候，我是5千歐姆，我整包都是5千歐姆左右。然後呢，我溫度下降了30度了，我整包溫度有可能什麼呢？40度，6千歐姆，整包溫度組織都是6千歐姆。然後我溫度再次下降，我變成了20度了，我的組織變成了8千歐姆了，對不對？啊，整包都是8千歐姆，能理解嗎？我現在我這個溫度呢，我現在變成了什麼呢？零下0度了，或者10度了，我的組織有可能是10千歐姆，能聽懂我在說的什麼意思嗎？所以說它跟着溫度就跟着你這整包溫度的變化，它整包的組織會發生變化。你沒有一個具體的。說具體正常是多少？5千歐嗎？10千歐嗎？還是6千歐嗎？還是8千歐嗎？沒有一個什麼呢？你不要記那個方法，你要記什麼呢？你要記一個最關鍵的一個方法。什麼車來了，我都知道你這個溫度傳感器組織好壞。聽懂了嗎？聽懂了就扣66。就什麼車來了啊？你這個溫度傳感器的好壞，什麼車來了？整包打開，量一下別的正常的。啊，這個溫度正常組織多少？啊，那幾個溫度正常溫度都是8.6千歐姆，怎麼報故障碼這個溫度怎麼是12千歐姆？那就毛病就找到了嘛，這個傳感器壞了。聽到嗎？有沒有聽到？啊，所以說你要掌握一個核心的方法，你不要掌握一個什麼呢？啊，就舉個例子吧，我跟你們講過很多東西。我說你們我跟你們講過數據流沒有？發動機數據流，什麼新能源電子，什麼發動機數據流，什麼底盤電路，什麼一鍵啟動，我直播間我都教了多少人了？有個數據流，有一個什麼缸內直噴，說發動機缸內直噴，說高壓油泵有沒有漏油？我有沒有一個萬能的方法？無論你來什麼車，我都能判斷它的好壞。有沒有？有，就是看分析數據流，對不對？怎麼分析呢？你告訴我高壓油泵漏油，它把油漏到哪裡去了？它是不是漏到油裡殼裡去了？告訴我是還不是？你說，哎呀，高壓油泵漏油，我可以保壓可以去看一下，數據流打開，看一下油壓數據有沒有往下掉。有的是常開的，你怎麼看呢？你看不了的。寶馬的你能看嗎？是不是？你像其他的，像豐田的，像咱們的大眾的，像咱們這個什麼呢？像咱們這個什麼呢？通用的，人說我可以看一下，有的車看不了的。怎麼辦呢？高壓油泵沒有漏油怎麼辦呢？高壓油泵的油要漏到油底殼，它是汽油。漏油底殼之後呢，揮發上來之後呢，到了氣門室蓋，氣門室蓋呢到了進氣管，相當於碳罐長通的一個道理，明白了嗎？你碳罐這地方長通了，是不是混合氣就濃了？就空氣不純了，進的都是燃油嘛，
燃油分子，是不是混合气就浓了？你都知道碳罐如果碳罐好坏，我可以把碳罐的那个管子给它堵一下，看混合气是不是就正常了？混合气正常了，那碳罐有可能有毛病了，对不对？那高压油泵那不是一样的吗？你把油漏到油底壳去了，是不是油底壳的挥发到气门室盖，它跑到进气直管里面去？那你直接把进气直管堵，这个高压油泵有没有漏油？来，把进气直管给我堵上，看一下混合气，看一下短期、长期，短期、长期正常的，管子往上一插，我靠，就不行了，这么浓，是不是？不多说啊，堵一个管子就可以知道了，知道吗？什么高压泵漏油，什么冷车启动困难，什么费油，什麼動力不足等等，啊，堵一個管子就可以了。你告訴我哪個車，基本上高壓油泵都是由拖輪軸來帶動它，來什麼呢？來產生高壓油的。它漏了油，基本上漏到油裡殼裡面去了。你只要堵到廢氣管就可以了，堵了廢氣管看混合氣濃稀就行了，就立馬就清楚了，知道嗎？然後再操作一步，把機油蓋擰開，聞一下汽油味兒。不多說啊。好了。繼續，所以說這個整包溫度呢要基本一致，聽到沒有？整包溫度要基本一致，有沒有聽明白？啊，扯遠了，沒有扯遠，給你講的就是一套方法。你學技術學的是一套方法，不是死記硬背。死記硬背能把你技術能提高。今天想起來就記起來了，今天忘了就忘了。沒毛病扣66啊！沒毛病就扣66，知道沒有？給你再闡述一個觀念，再給你表達一個思路、維修技巧。學東西要學最核心、最要。你以後遇見了，那也就是說，你掌握這個方法，你掌握的不是這款電池包，你掌握着千萬個電池包，明白了嗎？是一款嗎？那就不是一款，知道吧？好了，咱們繼續往下看。剛才那個溫度咱們理解了，我給你們上個案例，咱們再把高壓走向給你們聊一聊，好吧？高壓走向，我等下給你們講一個溫度傳感器的案例，好吧？溫度傳感器的案例，等一下再給你們講。咱們接下來再次把這個高壓走向再給大家再聊一下。現在裝完了沒有？繼續裝，繼續裝。來看一下，我再給大家再走一下，我再給大家總結一下，今天晚上講的內容有哪些內容？先不要走開，我來告訴你。第一，模組怎麼數？第二，溫度怎麼數？第三，單體怎麼數？第四，高壓電怎麼形成的？高壓電形成，咱們先講第一個。過來，高壓電怎麼形成的？這是1號模組，對不對？咱們剛才說了，模組裡面有4個單體，1個單體，2個單體，3個單體，4個單體，4個單體串聯之後形成14伏。第一個模組14伏，然後再串到下一個28伏，再串過來，你順着這個連接片去看，然後再串到這個，這3號模組，是不是？這是1號模組，這是主副，1號模組，2號模組，3號模組，然後再串過來4號模組，是不是？然後這塊再串過來5號模組，然後這邊再串過來6號模組，這是6號模組。6號模組串上來之後呢，串到這個東西了，這個叫做維修開關。如果維修開關這麼一插，維修開關呢？這個是一個維修開關，明白了沒有？維修開關現在拔掉了，相當於我這個高壓電就串不過去了，明白了沒有？咱們現在就把它拔掉了，聽到沒有？然後呢，這個6號模組經過了維修開關，然後再過來，過來之後呢，這第7號模組，第7號，是不是？這個連接片連接過來，第7號，第7號走到這兒了，這是不是第8號？第8號模組。這個是不是第8號模組？第8號模組之後呢，再走過來，走到這兒。給我。第8號模組走過來，走到了下面這個模組了。第9號，這是第9號。第9號再串過來，第10號。第10號再串過來，是不是？第10號再串過來，串過來，是不是？9、10、11、12，然後12呢？你看到沒有？啊，我看一下，哎，剛才這個是8號，8號串過來，串到下面這個模組，是不是？然後再串過來，是不是？這是9號，這是10號，然後再串過來，串到這邊來了，串到這邊，
这11，看到没有？顺着这个连接片去找，连接片往上走就12了。对，哈不对？连接片往上走就是12。1号模组怎么看？串联的啊，模組都是串聯的，聽到沒有？模組都是串聯的，模組都是串聯的，聽到嗎？老師還要繼續3000診斷法嗎？啊，不用了啊。這個高壓行程能不能理解？現在模組還沒有裝完呢，快點，把模組裝快點，把模組要裝快點。我想給他們把高壓電最終是多少伏，給他們算一下，要裝快一點。是不是？電池上面不會編號嗎？電池上面沒有編號啊，電池上面沒有編號。即使有編號，如果哪一天你把這個模組給搞壞了，你自己人為要打，你自己人為的拆的時候，盡量按照這個順序去拆。然後呢，打上號碼，聽到沒有？如果哪一天你把這個蓋子兩個蓋子裝反了，那你豈不是模組就裝反了，就裝錯了？是啊，還是不是？自己要把號碼打上，聽到沒有？自己要做自己的記號，聽到沒有？怎麼拆的就怎麼裝，自己要做自己的記號，聽到沒有？啊。